不只是帅，古装美男颜值内卷，这10位才是真正的古香天花板。2025年古装剧依旧神仙打架，但真正的古装美男需跨越五关、古香、仪态3重考验。从杨洋的建模脸仙君到肖战的千面战神，从邓魏的温润公子到罗云熙的天选谪仙，这10位零争议美男用颜值与气质诠释何为来自那个时代的完美氛围感。当帅不足以形容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天选古人。2025年的古装剧市场依旧是男神们神仙打架的主战场，杨洋、肖战、成毅、王鹤棣，几乎每一位顶流男星都有自己扛鼎的古装作品。然而，演过古装和称得上是古装美男，中间其实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真正的古装美男，不仅仅是五官的俊朗，更考验着古香、仪态、气质，以及那份能让观众相信他就是来自那个时代的独特氛围感。今天，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被网友公认的真正零争议的10大古装美男。1. 杨洋，正统仙君，仪态教科书。美男类型，标准建模脸，古典仪态派。杨洋的古装是标准的优等生，几乎挑不出任何瑕疵。他的帅是一种最符合东方传统审美的端正而典雅的帅。军艺出身的背景给了他无可挑剔的身体仪态，无论是站姿、坐姿还是打戏的身段，都挺拔如松。这让他穿上层层叠叠的古装长袍时，能撑起角色应有的气场，绝无半分猥琐或颓靡。他的五官是流畅的建模脸，面部轮廓清晰，比例协调，尤其适合古装剧中需要露出整个脸型的发型。这种正统的长相，让他饰演那些出身高贵、气质清冷的翩翩公子或正统仙君时，拥有天然的说服力。在近期的《凡人修仙传》中，制作团队显然也懂得如何发挥他的优势，高品质的服化道配上他自带的仙气，几乎每一帧都可以截图当壁纸。杨洋的古装之美是一种无需争议的写在教科书里的标准答案。2. 肖战，风骨美人，以古移今的全能战神。美男类型，古香优越，气质多变派。肖战的古装扮相胜在优越的古香，他拥有流畅的下颚线和高挺的颧骨，这种立体的面部结构让他在镜头前极具表现力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，轮廓感都非常强。这种脸型能完美驾驭古装剧中那些对演员脸型要求极高的长发造型。肖战的美不仅在于皮香的俊朗，更在于风骨的支撑。这也赋予了他在演绎不同类型古装角色时的巨大弹性。在《陈情令》中，他是明媚不羁，眼含星辰的少年魏无羡；在《玉骨遥》里，他是孤高清冷、心怀苍生的神关石影；到了《藏海传》，他又变成了心思深沉、运筹帷幄的复仇者藏海。无论是白衣飘飘的仙气，还是黑衣劲装的利落，他都能完美消化。肖战的古装从未失手，他用一张一喜一嗔、一正一邪的脸，证明了顶级的古装美男是可以驾驭千面角色的。3. 邓魏，温润如玉，古典贵公子。美男类型，温文尔雅，气质取胜派。邓魏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95后古装男神，他的出圈靠的是一种独特的温润如玉的古典气质。他的五官柔和，线条流畅，没有过强的攻击性，尤其适合演绎那些温柔、深情、带有书卷气的贵公子角色。《长相思》中的涂山璟就是他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，善良、隐忍，眼中总带着一丝惹人怜爱的脆弱感，仿佛是从古代诗词中走出的谦谦君子。这种温雅的气质让他在驾驭古装长发造型时显得格外和谐。在今年的《仙台有术》中，他的古装扮相依旧稳定发挥，而在待播的《云秀行》里，他饰演的腹黑病娇男二，其路透造型的惊艳程度
甚至一度盖过了男主角。邓为的成功证明，古装美男除了英气逼人，也可以是温润如水。这种独特的气质，让他在竞争激烈的95%声中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位。4. 鹿晗，被低估的惊艳斯曼男的古装形态。美男类型，精灵系颜值，跨次元美少年。鹿晗其实很少被主流舆论划入古装美男的行列，大众对他的印象更多停留在韩流偶像和小鲜肉的标签上。然而，若论纯粹的视觉惊艳度，他在《择天记》中饰演的陈长生，绝对是无法被忽视的存在。鹿晗的五官极其精致，少年感十足，是一种超越了性别界限的漂亮。这种斯曼男仿佛从漫画中走出的男子的颜值，在古装的衬托下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。尽管《择天记》的剧本改编备受诟病，鹿晗当时的演技也略显青涩，但这部剧依然创造了100亿级别的播放量奇迹。其中很大一部分观众正是冲着鹿晗的神颜而来。他饰演的陈长生，聪明、干净、一尘不染，回眸一笑的瞬间，足以让帅这个形容词显得苍白。鹿晗的古装或许不符合传统武侠的硬朗审美，但他却以一种跨次元的美，证明了古装美男也可以是灵动如精灵的模样。5. 龚俊，邪魅狂狷，红衣封神的疯批谷主。美男类型，邪魅妖孽，氛围感杀手。龚俊的古装之美，是一种极具侵略性和戏剧性的美。如果说杨洋是名门正派的仙君，那么龚俊就是那个让你心甘情愿随之堕落的魔王。他在《山河令》中饰演的温客行，是近年来古装剧中最成功的角色之一。这个角色的魅力正在于其极致的反差。表面上，他是玩世不恭、言语轻佻的花花公子，内心里却是背负血海深仇、霸气阴狠的鬼谷谷主。龚俊狭长的眼型和薄翘的嘴唇，让他天生就带有一种邪魅的气质，尤其适合演绎这类亦正亦邪的角色。剧中，他的白衣扮相固然出尘，但真正让他封神的是那身血红色的疯批谷主造型。红衣似血，眼神疯魔，嘴角却噙着一抹笑意，那种邪魅又病娇的氛围感，被他拿捏得淋漓尽致。在《山河令》之后，尽管他主演的几部古装剧口碑不佳，但无人能否认他的古装扮相依旧是顶级的。即将播出的《暗河传》也让人期待他能再次遇到一个能将其邪魅气质发挥到极致的角色。6. 侯明昊，浓颜英气，俊美少年将军。美男类型，浓颜正统，英气少年派。侯明昊是标准的浓颜系帅哥，五官立体，眉眼深邃，尤其是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让他在镜头前极具辨识度。他的长相、英气与秀气并存，这使得他的古装戏路非常宽广，既能驾驭护心中深情守护的千年玲珑，也能 hold 住少年白马醉春风里那种略带纨绔气息的少年侠客。他的脸型流畅，能完美适配各种复杂的古装发型，不会出现脸挂不住头发的尴尬情况。近年来，他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古装剧，可以说是找准了最适合自己的赛道。接下来，他手握入青云雀谷等多部古装待播剧，资源相当不错。尤其是在审美备受称赞的女导演指导的《入青云》中，许多人都看好她的颜值能再上一个新台阶。侯明昊的古装之美是一种充满朝气与力量感的美，非常适合演绎那些俊朗正直的少年将军或神仙角色。7. 任嘉伦，古装限定，换装即换脸的奇迹。美男类型，气质型选手，古装氛围感大师。任嘉伦是古装美男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特例，他被广大网友戏称为古装限定男神。许多观众都觉得穿时装的他虽然也帅，但在帅哥如云的娱乐圈里，
亮点不算突出。然而，一旦她换上古装，梳起长发，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，气场和魅力值瞬间飙升。这种换装如换脸的神奇效果，让她成为了为古装而生的代名词。她的五官并非当下流行的立体浓颜，但组合起来却别有一番古典韵味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极其擅长用眼神演戏。从《锦衣之下》里那个外冷内热、霸气又深情的锦衣卫陆毅，到周生如故中那个温文尔雅、隐忍克制的小南陈王周生辰，他塑造的每一个古装角色都让观众难以出坑。今年，无论是《无忧渡》里的捉妖师，还是待播的《凤凰台上》里的帝王，他的古装扮相都保持了极高的水准，让人梦回周生辰。8. 王鹤棣从古装丑男到魔尊本尊的惊天逆袭，美男类型，浓颜系霸总，造型决定生死的典范。王鹤棣的古装之路堪称一部惊天逆袭史。在《玉龙》中，他因僵硬的白发头套和呆板的演技，一度被全网群嘲为古装丑男。然而，仅1年之后，他就在《苍兰诀》中凭借霸气侧漏的月尊东方青苍一角，完成了口碑的绝地翻盘。这个案例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造型决定生死。玉龙的造型师完全没有理解王鹤棣这种浓颜系长相的优势，试图用柔和的妆发去中和他的攻击性，结果适得其反。而苍兰诀的造型师则最大程度地放大了他五官的优势，用上挑的眼线增强凌厉感，用华丽精致的服饰凸显其王者之气。王鹤棣的五官深邃，轮廓分明，本身就极具攻击性和现代感，非常适合演绎那种霸道、睥睨众生的魔尊或帝王角色。当造型对了，他的颜值和气场便能得到几何倍数的增长。他的逆袭不仅证明了自己，也给所有古装剧的造型师上了一课。9. 谭健次，柔媚风骨，自带仙气的多面手，美男类型，柔中带刚，亦仙亦妖派。谭健次的古装之美在于一种独特的柔媚风骨，他的五官线条柔和，尤其是一双含情目，自带3分妩媚，这让他能轻松驾驭那些略带妖气或悲剧色彩的美人角色。然而，在他的柔美之下，又有清晰的骨骼线条作为支撑，这让他不至于显得娘气，反而增添了一份破碎的、惹人怜惜的清冷感。这种柔中带刚的特质，让他的戏路极宽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他既可以是白衣银发、清冷孤傲的九头妖香柳，也可以是黑衣华服、风流倜傥的防风背，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，他都诠释得入木三分。作为男团唱跳歌手出身，多年的舞蹈功底也赋予了他极佳的身体仪态，打戏飘逸，身段优美。更难得的是，谭健次不仅有颜值，更有与之匹配的细腻演技，总能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所饰演的角色深深吸引。10. 罗云熙，天选古人，仙风道骨的化身，美男类型，古典古香，仿佛从画中走出的谪仙。如果要在所有男演员中票选一位天选古人，那么罗云熙的得票率一定会名列前茅。他常常被说穿古装比时装更有记忆点，原因就在于他的整个身形、骨相和气质都完美地契合了中国人对于仙风道骨的想象。他身材清瘦，肩背平直，穿上宽大的古装长袍，便自带一种遗世独立的飘逸感。他的脸型窄长，五官精致，尤其是一双剑眉星目，充满了古典韵味，仿佛真的是从古代水墨画中走出来的人物。这种仙气是无法靠演技弥补的。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，他饰演的润玉，一袭白衣，清冷孤傲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，至今仍是仙侠剧美强惨的代表角色。而在《长月烬明》中，他又撑起了各种华丽复杂的造型，演活了澹台烬的霸气与病娇。接下来，
它还有备受期待的水龙银带波，从路透看，其扮相依旧保持了极高的水准。罗云熙的存在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什么叫真正的为古装而生。